换颜色，换颜色，换颜色，换颜色。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刀。这个露营呢，除了要用到很多的工具以外，有桌子啊、椅子啊、水桶啊、电冰箱啊、电池啊，最重要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这些电灯。我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一一介绍一下我平时都用些什么灯。这些电灯呢，我其实用了蛮长的时间了。至于购买链接啊，或者是在价格呢，我都忘记了。购买链接也找不回的啦。所以呢，我最多也只能够告诉大家我是在哪里购买的。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参考一下啦。相信有一直看我频道的人都知道这一盏灯啊，这个小座灯它是通过遥控器去操作的嘛。那么今天呢就不跟大家一一展示了，因为之前有介绍过它的功能了。那么今天我们就 skip 掉它。还有这一个呢，是我之前所用的这一个灯，这个是以前买朱丽蛋卷的时候所赠送的啦。它并不是很亮，我通常是挂在外面，因为它有一个磁吸的，吸在车身外面，放在外面，然后它有一个深色嘛，所以你把它调去 auto 的模式呢，有人经过的时候它就会亮灯，就比较起到一点安全的作用啦。感觉就会有一点安全感嘛重点它也是充电型的，只是它是用 micro USB 啦。下一个介绍的灯呢，这个灯它也并不是很亮，它主要的功用呢是阅读用的，它是阅读灯，就是这一个，它使用 USB 操作，这样子的。这个是在 IKEA 买的，所以呢，它只需要放在 Power Bank USB， 它就能够操作了。像这样。它并没有很亮，但是它是直射型的，就好像 Spotlight 这样子，整个照射下去的。所以呢，你在看书的时候啊，你只要摆好了位置，它就可以照在你的书本上面，看书就很方便。然后这一个灯，我只记得在 IKEA 买，价钱多少钱忘记了，没有记错，应该是10多块罢了，蛮便宜的。那么现在给大家看的呢，这一盏灯呢，就是我很早期的时候买的，这个是在 Mr. DIY 购买的。主要那时候买呢，也是因为它的颜值啦，看得好漂亮，而且我蛮喜欢这种旋钮式的开关啊，所以呢，那时候看了就蛮吸引我，我就买了这一盏灯啊。后来呢，我就很少用这一盏灯，主要的原因是呢，这盏灯它并没有防水，然后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呢，你这样看，它是白灯，如果是黄灯呢会比较漂亮，但是它不能够变更这个颜色，它就只能够是白灯，而且你调到最亮的时候呢，它就会非常的刺眼，但是照明的时候呢，它就不能往下照，我觉得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了。放在桌上呢是还不错一下，就是嫌弃它是一个白灯了。这个灯呢还有一个不错的地方，就是它是使用这个18650的电池啦，所以这个以后要升级更大的电容量呢，或者是电池坏掉要更换，都蛮方便。你完全不需要任何电子技术的这个经验呢，都可以自行更换这个电池了，这一点是蛮不错的。而且呢，它是双 USB 啦，一个是静电，一个是触电，也就是它可以当做 Power Bank 来使用，额外接一个 USB 的风扇都可以的。然后接下来这一盏灯呢，也是时常在我的频道里面出现的，就是这一盏呢。这个也是在 Mr. DIY 购买的，我其实买了很多 Mr. DIY 的东西，风扇也是，然后这个 Mr. DIY 的这一盏灯呢，它除了是一个像巴沙马兰灯这样，还有3个档次，然后它还是一个捕蚊灯，现在开你们应该看不见了，其实它是一个紫光灯的颜色，然后就会吸引蚊虫，就可以把蚊虫电死的，这一个是它的功能啊。它也是一样是充电型的，也是 micro USB， 除了可以这样子放着站着，然后呢也可以把它吊起来。因为白天到傍晚的时间，通常我们的门都是开着的嘛，就到了晚上我们才关掉，所以那一段时间可能会有蚊子飞进去，也不一定。以防万一有蚊子飞进来的时候，它就可以帮我处理蚊子了。我每次是把它挂在车头的那一个遮阳板，拉下来的时候把它拉开，勾在遮阳板的那个钩上面。接下来呢，就来看看这一个。这个今天我就没有装电池来展示了，它就是一个氛围灯，挂在车里面啊，还是帐篷啊，或者是我车后面盖啊，旁边啊，这个灯是在开盛买的，开盛蛮多这种灯啊，很漂亮哦。然后还有很多种的款式，有些是有图案的，有些是有卡通的，
我是蛮推荐去开车买这种灯啊，它太多选择了，看到你眼花缭乱。这个灯呢，我之前是挂在车里面啊，后来我最近又把它拆掉了，其实我也很少用到。然后除了这一个灯以外呢，我还有买另外一种，就是这个灯笼的。今晚本来要打算挂在车外面，可是呢遇到下雨天可能也挂不了了吧。然后这两种灯呢是没有办法闪烁的，它就是一开就亮了。它们使用的是双 A 型的电池啦，我是用 IKEA 的那种可充电电池。下一盏灯呢，这盏灯算是蛮新的，我最近才买的。这盏灯也是 IKEA 的灯，这盏灯其实也不是照明用，这盏灯是氛围灯。然后这盏灯呢，它厉害是在哪里呢？它是防尘防水的，所以你可以放在外面，即使下雨天你也不用管它。它使用电池呢是3A 型的电池啦，一样是用 IKEA 的电池。当你一打开的时候呢，它就会开始计时，6个小时它就会自动关闭。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就会重新自己打开，然后再倒数6个小时，它又自己关闭。第3天又再重复这个动作。所以这盏灯我觉得蛮聪明一下。如果你家外面有放一个野餐桌什么之类啊，你摆在那里，我觉得好有 feel 哦，还有防尘防水，它又会自己开灯自己关灯，所以我觉得蛮人性化的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一盏灯，这个也叫做网红灯啊，最近蛮红的这个灯。上一次如果你看我这个影片啊，当时我们也是在这一带野营的时候，我就带了这2盏灯去，我买了2个。现场呢，每个朋友看了过后，每个都下单，它很亮，你看啊，这是68%，这个是48%，这个是闪烁型。它除了可以放三脚架，它本身也是磁吸的，它也可以直接吸附在金属表面上。在车外面就很方便你直接吸在车外面，开着灯可以照明。像我后面盖打开的时候，我直接吸在上面，它照下来就非常的亮了。然后它同时也是防水防尘的，很适合在户外使用。它也是充电型的，还有上面这有一个扣，可以让你扣进你的包包，扣进你的锁匙圈都可以。不只是露营如果你去户外去登山啊之类啊，这个灯都很方便带。它体积很小很轻，而且非常的亮。它后面还有这一个站脚，你可以把它站立，不需要三脚架，你可以站立。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在网上有看人家介绍过这个灯但是很多人只告诉你，你按了它就这么亮，再按就不要按，再按就闪烁嘛。其实它还有一个隐藏的功能，可以让它的灯拉到180%的亮度。像我们刚才这样子按第一下嘛，很多人以为是最亮的，因为它事实上是真的蛮亮，而且很刺眼。这一个亮度呢，其实只是60% 嘛。这样子去到180%呢，你只要长按这个电源键，它就会变得更亮啊。现在就是180%的亮度啊。这一个灯我没有记错是几块钱罢了，不到10块钱马币吧。非常推荐大家买，又便宜又好用。然后下一个重点介绍就是这一个，看这个灯，小小一个，有没有很可爱？今天重点介绍的这一盏灯呢，是由小 P 代购所赞助的。它的厉害在哪里？现在就 show 给你们看。它是声控的回来了，换颜色，亮一点，出去了，回来了，睡觉了，开灯。这一盏灯呢，它是声控的，而且它是完全不需要联网就能够操作，所以我觉得蛮好玩的。也非常感谢小 P 代购呢赞助了这一盏灯，以后露营就更多的乐趣。这一盏灯呢，它是2面都会亮的，所以你放在中间的时候它可以照到2边。虽然它的亮度并没有像其他这些灯这样非常的那么亮，但是呢，它好玩就好玩在它可以声控，不需要动手。那么下一个呢，就是这个 Nature High 的这个手电筒，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吊灯，它也是一个氛围灯。这一盏灯我记得是在拉扎达买的，但是价钱我就忘记了。它使用的是3颗的3个 A 型的电池，然后我使用的是 IKEA 的这个充电型的3A 电池啦。这一个灯呢，它非常的小，看到吗？就这么小一只，一个拳头就可以握住。它除了很小很轻巧，它同时也是防水，也是防水防尘的这个灯。你只要轻轻的点这个屁股，按一下，它就会
更换它的模式。它前面这个地方只要旋转呢，它就可以起到这个 focus 跟 zoom 的这个功能。所以呢，这个 zoom in zoom out 呢，我觉得是蛮好用的。你只要在这边转就可以了。你把它转到完呢，把它拉上来呢，它就是一个放在桌上的氛围灯，或者是你把它挂起来也是可以。而且这一盏灯它因为是防水性，所以我们在户外每次都是会遇到下雨天，就不会担心它会进水之类的问题了。那么呢，本期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呢，欢迎点赞、留言以及订阅我的频道，还有打开小铃铛接收新视频的通知。那么也非常感谢小 P 代购呢，今天赞助了我们这一个灯，那我们未来露营的这个过程呢，又多了一点点的乐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们对这些产品有兴趣呢，你们也可以自己上网去搜索一下，自己购买链接我就真的没办法给到你们了。这个小皮代购的呢，我会把小皮代购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介绍栏里面。那么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联络小皮代购去购买这个电灯，非常的可爱啦。放在家里，还是露营用，我都觉得蛮方便的，因为它它不需要连网络啊，就可以直接使用，就可以直接声控了，所以非常的方便啊。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们今晚会在那边露营呢，也会在这边办一个小小的月光会。如果对这个月光会的视频有兴趣呢，敬请期待下一集我们月光会的视频啦。那么我们下一期见，拜拜。点击旁边的小框框，观看我的更多视频。